在百里乌江画廊一处江边的半崖上，我们发现了有几栋房屋屹立在绝壁下的半山腰，宁静而神秘。后方是绝壁，前面是江水啊，这个环境犹如世外桃源一般。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里，车子是停在上面这几户人家，从这里下来，然后还要从这个地方一直往下走呢，才能走到那个崖壁的上方。我估计他这儿呢，只能从那个崖壁上下去，应该是有小道。那么我在上边的时候问了上边住的几户人家，说是这个下边呢住着2、3户人，其实居住在这里也挺不容易的。他们要从那个地方出山的话，就是要经过这一片这个乱石岗，是吧？然后呢，再到这个上方去坐车才能出门，要么就是在这个下边坐船，不知道这条江上船多不多啊？从这个上边走下来，走到这儿呢，差不多走了20分钟，估计走到崖壁下呢，得走个40分钟，个把小时吧。这就是拉到他们下边的这个电杆。哇，这儿的风景真的是太漂亮了。我们走到这个上面看一下，那几户人家就居住在这里。你们看这个地形，他们是不是就是挂在这个半崖上的？下边就是深不见底的乌江水，整个这里的风景真的犹如世外桃源一般哦，非常的漂亮。他们几户人家的后山就是悬崖峭壁，看到没有？下边也是崖壁，然后再下边就是江水，等于几家人完全就是居住在这个半崖这里，形成了一片地。他们正好就居住在这里哈。你看，一直延绵过去到那边都是整个半崖，那么正好这儿呢比较稍微的不陡一点，所以他们出山的路就是走这边，那边也是出不去的，前边就是江水。你看这个路也挺陡的，走这儿呢垂直着爬上去，所以在这个崖壁下也是没有办法修公路啊。所以说他们几家人呢还是留守在这个地方，整个看去非常的漂亮。我们看着对面也有公路，但是他们这里没有，看着这个公路近在咫尺，其实自己是享受不到的，看到没有？因为前方也是悬崖绝壁啊，整个全部是被这个绝壁所包裹，但是面向乌江，风景确实是美如画卷啊，非常的漂亮。这个地方还真的是一片秘境之地啊，平时基本上是无人踏足，因为你们也不知道怎么来。你们知道吗？我要来到这个地方，我都辗转了好几个地方，问来问去的问了好几家人，我才问到下来的这个路啊。这个前面已经看到第1户人家了啊，然后他们这里好像是几户人家这样并排着住过去的。你看这个住在乌江边上，相对来说地段要矮一点吧，然后他们的玉米包已经是开始干渴了，就是快要收了。吃饭没了，大哥？吃饭没的？你们这下边还有几家人咯？2、3家哈。你看这杨子是吧？也没养了，以前应该不止2、3家可能哈。以前也是4家。搬走的。这个江是哪个时候堵起来的哦？这堵的30多年了。都有30多年了。以前没堵的时候，应该要挨下个好多哈。这东门这现在可以搬。都可以办了。耶！啊，以前不是100、200米高啊，这平挨都。贵姓呢？姓杨。几家都姓杨啊？老祖先也在这儿住了好多年了。老祖先100多年了，他自己搬来。那你在家里面主要就搞养殖哦？养殖嘛是在做市场你养殖不到，你背不到给人家吃了嘛。是。啊，你这个房子是啷个干的呀？还在我看还是水泥砖背下来的呀？水泥是赶紧是从土里背上来。哦，从
船拉到河里面背上来，然后自己打桩。直接打桩，上去水水。哦，怪不得，我就是看你们这的整平房肯定都是自己打的那种砖。你就养几个牛啊？10个。10个。这个江里面经常有船跑吗？也。那你们出去也是坐船？啊，我们自己的这上面的路基本上不啷走了哈。走的得走。就走得少。走得多。走啥子些得走路。走的还是多。他们这下边这几家都搞有点养殖啊，都是搞养殖的。我靠，这边喂有一个大狗，我都害怕。都是喂牛的。咦，他们下边这几家人在这儿住的时间不短了。你看这边都是土墙，然后说是那边哪儿有个山洞，我准备过去看一下哈，看能不能找到那个洞穴，稍微看一眼。这地方感觉走这儿过路都有点危险了。看这个就是土墙啊，这已经都倒了。这儿是2个最原始的、最古老的这个土墙房，上边盖的都是那个茅草，整个土墙已经看去摇摇欲坠了。但是你们要相信，这2个土墙房在这个地方已经屹立了100年之久啊，只是现在没有住了，这看起来可能快倒了。但如果一直住的话，它可能会住很久很久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宅基地啊，就是以前有房屋的，这边过不去了，咱就不过去了。然后那边都是悬崖峭壁，这些土地呢，也都是他们这边这几户人家种的。你还别说啊，他们这儿把这个土全部包起来，用石砍。我看这个种的玉米还不错哈。虽然说这里石头比较多，但是他把那个土给包好之后呢，种的玉米看起来那个个头也还可以啊。走到这边去转了一下，朋友们，我们从空中看的话可能不大，但实际上这个半崖这一边过去有好几百亩。那么他们现在只有3家人住在这里，以前的话有10多户。我们算一下，10多户有几百亩地的话，也是完全够养活这些人。那么现在只有3家人呢，这个土地资源就更加的丰富了。可以看到他们很多的地呢都荒废了，没有种，只是种了一少部分。那么这3家人呢，这边这一家呢，他们是2夫妻，有3个孩子。第2家人的孩子就更多啊，有4、5个，但是他们人太多了，我就没好意思进去打扰。他们这儿出行的话，其实也还可以的。走上去的话，可能是半个多小时。但是如果有更重要的东西要运啊，或者什么的，就可以从江边坐船。那么走到江边呢，也就10来分钟。其实交通也还可以的。整个这个地方真的是那种风景如画般的感觉。我们看到这几户人家的左侧呀，这边有一个洞穴，这个洞穴里面还有很多股的这种洞泉水流出来，看起来非常漂亮啊。我感觉单凭这个洞穴这里啊，稍微打理一下都有可能变成一个小小的景区，确实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朋友们，假如说给你们一个这么漂亮的地方，只是交通呢不太方便，你们愿不愿意来居住啊？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乌江的边上，在这个路边呀，发现对面有几户原生态的人家，非常漂亮哈。3面环水，1面靠山，不通车路。然后他们要出行的话，全部靠渡船哈。看看那个江边上也摆了几艘船。如果说让我在那儿待个1、2个月的话，我是100%愿意的。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哈？很漂亮。
朋友们，大家好！在家里待了10多天，没有出来拍视频。我还上不来了，我还咋的？哎呦！大家好，现在我在铜仁思南这边的塘头镇了。其实我这个下边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江。那么这儿呢有电线杆往前面去啊，前面那儿呢还有几户人家居住，而他们呢只能是通过这个小道走过去，又或者呢是往这个江边渡船出门非常漂亮的几户人家。我们上一次来这里呢用无人机拍了一下，今天呢过去探访一下。他们这几户人家呢离公路并不远啊，我从那边公路走过来的，大概就是走个10分钟左右就能够走到这几户人家。这个地方的环境呢真的是非常漂亮。我的车呢是停在这个山的后面，然后从这个山上穿过来的。穿过来呢，我们就到这边这几户人家居住的一个位置。然后这儿呢好像是一个码头，我们上来看一看，这地方应该是一个码头啊，因为这个下边呢放着5、6艘船，这个呢是小船，那一艘呢好像还是一个客船，对吧？来看一下是不是一个码头，确实是一个码头啊。这边有写任家湾渡口啊，丰清任家湾渡口。那证明这个地方以前呢可能是一个码头啊，也就是周边可能好多人要坐船的，他有可能是走到这个地方来坐船，因为这儿呢只有3、4户人家这个呢是一个客船啊，上边还写有这个现在30人的这个字样，可见曾经这里应该是比较繁华的，对吧？那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呢应该是非常少的人过来啊，因为它这个门前呢都用这个网给拦住的，可能是预防这些鸡啊鸭的就是飞出来吧，对吧？那我怎么样进去呢？因为那边还有几家人，我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江边走过去啊？走吧，试一下吧。哇，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漂亮了，碧绿的水，背靠青山，对吧？很漂亮，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
说实话哈，特别羡慕这样的地方啊，我都希望有这么一个地方，可是很难啊。这个河边那儿呢也飘着一个船，然后看一下这边，非常美啊，我都挺羡慕有这么一个地方的。哎，在吃饭呢呢？没知道吧？耍呀，就你们这儿耍，你们这儿看起环境好好哦。哎，说在吃饭呢？啊。你看，正好碰到你们在吃饭。吃的吗？不用不用啊，不用，我坐会儿就行了，坐会儿就行了，因为我刚吃了，你在那还早哎。哎呦，有就是吃的哈，不用，你们吃就行了。老实的嘞。真的吃了，正好碰到你们吃饭哈。我吃了，你们吃就行了。耶，还真的萝卜炖腊肉，是不是？吃都是吃的嘛。吃了，真的吃了。你们这里有3家吗？4家人哈。好，谢谢。是这个5家人。这儿是5家人。你们这里以前是个码头啊？以前是个码头啊？以前就是个老码头上从。我们是讲是个那个嘛。主要通道。过河。哦。就是从那边走路过来的这个。哎，从那边走路过来，你这儿也只能走路过来呀？是的吧？所以我们这回去干长啊，是吧？就是把水涨了就是不得喝，就是主要是管一个船嘛，挖进去。啊，如果是也涨水了，走那个路都不行哈。哦，不能行噻，那就坐船咯。你们自己有船噻？我只有个船。有个农用船。有个农用船。哦，华景农用船可以赶场。哎，有没有可能让有些人喜欢坐船耍的，你开起他个逛啊？有办点证书的。证书的行。哦。办点航行的，拿个牌，拿个本本，跑就哪从西南跑到哪儿？哦，还要办本本。如果不办本本，那你只能自己用，对吧？老人不行。哦，自用船的，你管本人这样可以。这做个亲戚在上面都不行咯。倒茶的水平都可以。管理家人的担心。啊。这个特说啊，抽债了不行，你本人这个船是2个人的，你要装3个人不得行。哦，你们那种船呢，只能装2个人的。哦，有装2个人的，有装3个人的，有装5个人的。哦。最多5个人的。你们年纪都不大噻，应该没得60岁了哈。差几个月。差几个月。小孩儿都在外面打工。你家有几个呢？2个，女儿结婚了，儿子就是还没娶媳妇嘛。哦，儿子是小那个，小嘛才20岁，20多点嘛可能。我这个路就是这个路不通，像个女朋友来，他要是来看路也不通，他那个人家老给来做这些地方嘛。咦，我跟你讲，你这个地方探险味好探得很，环境好的嘛，全部都可以坐船的嘛。真的。哪有车子了嘛？啊，有车子不要紧啦，有车子你还不是可以开到对面去坐船过去就行了呀。有些好咦，他一定会找到，因为有很多人会喜欢这种地方。你看后面有山，前面有水，前面又可以坐船，几多安逸啊！我说那些还是懂在的，他就那没得他那环境条件差，路不通。这种话是哈子哦。吃了不就坐船。等于在这里做起了，现在就没得啷个收入了，是吧？哎，就以前可以渡船的时候，那还可以有点收入哈，渡船。我坐船有点修，就那儿长了
然后船也不许渡了。现在这个有这挂到这个政策，10年禁渔区，鱼就不许狗了。哦，现在是不准打鱼，船也开不到。哦，就顺这句话没拿修这噻，我们。那假如说你要去办个船的证了，好办没？船的证出来之后，好办。那你为哪个不办案呢？办这个噻。哦，你办的哟。哦。那就去跑船噻。你跑哪嘛？你不要装的你跑哪嘛？没人装的。哦。你说你这摊好安逸嘛？坐在坝子就可以欣赏到这个满江水。说看得好。真的啊！哇，好多人想找这种地方找不到，尤其是住在城市的那些人，是吧？在家门口就可以见到这个漂亮的风景。要让爬下来可以。啊！走了，朋友们，你们说这个地方漂不漂亮吧？满江绿油油的水，然后他们呢是5家人，4栋房子呢就是住在这个江边，下边呢放了好几艘的船。特别遗憾的是，我准备让大叔开着船带我来转一转，但是他说是不行的，他们自己村民干活啊，或者说赶集是可以开自己的农用船去进行通航的，但是拉人是不行的。也可以看得出来，大叔他们的这个安全意识是非常非常的高哈。那我呢，也只能就此作罢了。特别羡慕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哈。只不过呢，听大叔说他们现在好像没有多少收入啊，就是以前的话可以靠渡人过江，还有就是打鱼可以有一部分的收入，但是禁渔期开始之后，然后这个轮渡呢好像也不能渡人了，所以他们没有多少收入啊，现在也比较清闲。我们今天到这片山里面来挖天麻，然后要经过上面这一大片的坟山。我已经走下来了，他们挖天麻的也下去了，然后吴启林兄弟啊，在上面坟山里面迷路了。哇，这里一大片的坟山，等一下他下来，我们采访他一下，看看他是什么感受啊？一个人在那个地方走迷路，终于找过来了。你刚才跑到哪里去了？那前面全都是坟，我跟你说，还好今天这大太阳，我看到那个直播走就引走了我的那个注意力，哇，真的很吓人。如果是下雨的话，有雾罩，我是不敢走的，很吓人那里。我从这里走下来的，然后我一叫你，你跑到那边去了。对，是有人喊你过去的吗？我也不知道。哎呀，这个坟山里面确实有点吓人啊。啊，对，太吓人了。我刚刚听村民说，他说有1万多座坟。1万多座坟啊，就这一整片山全是坟墓。对，全都是，而且那边的坟很大，不像这里这么小一个。很大的，我感觉刚才他被吓住了。我们一群人走这里走下来了，他跑到那边去了，跑到另外一个坟山去了。我喊的时候声音都很小，是吧？都听不到，听不到什么？你是被迷住了？你打电话我都接不到。啊，对，我打电话以后你也接不到啊，这我给你回过来了。那好像电话都受影响。吓到了。哎呦，这个天麻安逸哈。这个天麻安逸。安逸，挺干净的。觉得还是天有点干哈。如果不干，像这种最少都是7、8两斤吧。像这些最少都是3、4两。它干一点，看着连米花你都干，你看着干水分都没来多少。对。这土好松散。土也松散，只是干净了。全是绝基草烂的。这种地方种天麻就是安逸。安逸，而且我们说。种这天麻树是今年我拿送的检测下来，都是0.8斤。你给检测过的是吧？我检测报告有的有。哦，0.8斤的天麻树算高的嘞。在这个新湾，我说天麻树算高哟。种天麻的时候是啷个种法的？说是我们自己就会种。自己去种。然后柴要些都是背起下来。柴是背进来。从上面背起下来。从上面请把儿拖下来。我的天，这个成本也高的。高很多，问题种一下，今年你要种个地头像，后年你上不到这味道嘛。所以就说，不然到种子种到树上，家伙种出来效果和这效果不一样。大家现在追求的要环保、高品质、生态、原生态、原汁原味东西都。像这些小这种拿回去在那儿买洗的，买就炸的，
油炸来吃哈，油炸是安逸的，安逸得很。自己口感自己弄好。是。啊，第一口，因为我都是红毛，第一口吃进去，有点苦，因为原来有甜麻素。如果买甜麻素，你吃起跟吃酱面那么吃法的都比较甜麻的。对。所以昨天我们转了以来都是甜麻第一口，进口第一口酸的有点苦，跟苦瓜一样，但是回味是甜的。那个第二口回味又是甜的哦。对。这有点苦了，它是天麻素的原因。天麻素的含量很高。如果才按国家药典标准，天麻属于中药材，天麻素是低于0.25，晓得不？如果低于0.25，天麻实际口感倒是好，但是不得好大个作用。像比如你听高医啊、甲板啊这两个时期，里面多么的效果好些。我们这是吧，就是往外头，就往外头下去。都就往外头哈。那你这个人工成本也不得了的哈。我说一个平方，大概要付100左右嘞。你一个平方的成本要100块啊？我的天呐，你这个成本真的相当高哦。那一瓦好多斤呢？如果整天天不干，像我这个，你看我整天挖到这是3窝，这3窝这得将近有40来斤。40来斤。40来斤，我说成0.7、0.多个平方。3窝成2个多的平方，2个多的平方就说40多斤。一个平方就将近花12斤真的。如果天不干，我说是打算花25斤以上。找天干恼火。你们种的投资好钱呢？种这些东西啊？现在基本上投资了300多万。300多万。今年的天麻能够卖得很多钱吗？今年天麻卖得了20多万。20多万，30万块钱。投资300多万卖20多万，不是亏大了？我说还得有嘛，杂七杂八，你不是尽管卖点商品嘛？晓得不？你还得有其他，还得阿的还有其他东西。估计种天麻也要2、3年才回得到本儿了，回得到本儿。天麻要4年才开始回本。4年开始回本。4年。首先第1年育种，把种育出来，放化肥、下化肥，下化肥再把化肥反栽，反栽以后才出商品嘛，要4年才回本。朝你看今年全是投资钱，像我们是今年是开始回本，今年应该是说，今年的前后花今年100把万。就前后可以卖100把万。你今年一开始回本的时候，你逐步年年都开始回本。对。我们走了20多分钟吧，才到这个山脚下。你看他们的天麻就种在这样的山里。刚刚那个高总也说了，他们这个种天麻的这些木材啊，这些全部都是从山上用马驮下来的。而且这个，比如说像这里哈，它这个位置呢是1个平方的一个种植面积，那1个平方呢差不多成本都要100块啊。那种出来的天麻呢就是10多斤，尤其是今年这个整个天气比较干旱，所以说呢产量啊也是巨减啊。而且现在挖好这个天麻呢，又要从这里用人工背上去，可能都要背20多分钟吧才能背到山上，特别辛苦啊，不容易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山川秀丽，景色宜人，空气清新，鸟语花香。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遵义市沙湾镇建设村的三岔河组。这个村庄啊非常漂亮啊，我每年都要来看一看。它是集高山峡谷、河流湖泊、悬崖峭壁、奇峰异景为一体的村庄，非常的美丽。而且村中呢还有一棵1600多年的千年古银杏树，长得是奇形怪状。现在呢正值叶子变成金黄色的时候啊，非常的好看。跟我一起进村去看一看。现在呢我已经到达了这个村里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村子的底部呢其实还是比较平坦的。你看这边这些山峰啊非常漂亮，这里有一个锥形的大的这个岩石峰，很漂亮。上边这儿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石柱子，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奇峰异景啊，很美很美的一个地方。前方那儿呢就是银杏古树啊，走吧，去看看。来到这个路边呢，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里有一棵银杏树了。这棵银杏树可能是几百年吧，看到金黄色的颜色，现在非常好看。
然后上面这一家人呢，好像也没有人居住吧。你看这儿有一棵小的，这个地方种了3棵银杏树，那棵比较大一点啊，那棵是1600年的。然后你看看像这些房子的话，也是没有人居住的。在这个下方呢，很大的一块平坝啊，所以这个地方环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啊。大家如果说想到这个地方来玩呢，还是很好找的，因为这里就有一个寺庙嘛。这里是上方的一条大峡谷，那么这边呢也有一条峡谷，那它2条河流在这个地方汇成一条河之后呢，就从这个地方向下流过去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叫三岔河嘛，也是2水交汇的一个地方啊，很漂亮的一个村子。然后可以看到上面那些风光无限的美啊，包括前面是吧，都是那种峡谷高山那种岩峰，对吧？很好看。然后从这个地方呢，也是有一条峡谷延伸到里面去哈，所以这个地方是四个大峡谷，很漂亮。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棵千年古银杏树的跟前，来看一看金黄色的颜色啊，金黄色的叶子颜色，非常的漂亮。我给大家近距离来看一看咱们这棵1600年的千年古树啊，长1600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那个时候说实话我都还没有出生是吧？可以看到这个树的下方是非常的粗大的。那么特别奇特的是，这个树的这个枝丫位置啊，长了密密麻麻的这种像锥形状的这种倒流体，这个呢叫做银杏天笋。而且我们注意看的话，它每一个枝丫的下面的话都长有这种天笋啊，而这个呢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啊。据这个网上的资料显示啊，就是能长出这种银杏天笋的概率是10万分之1，所以说很难的。那么它为什么要长这样的银杏天笋呢？是怎么长出来的呢？这个呢就要从这棵树的树龄说起了。它已经有1600多年了，对吧？那么在若干年前呢，这些地方呢其实是没有人居住的啊，整个地壳呢也有一定的运动，那么长期经受这种电闪啊、雷击啊、山体滑坡呀、泥石流啊等等，那么不断的对这棵树呢进行这种大自然的摧残拍打，对吧？所以说把这棵树呢，把它拍打的这个千疮百孔的，才形成了这样的银杏天笋。所以说这也是体现了咱们这棵古树的生命力的顽强，对不对？经历了那么多的这个自然灾害呀，直到今天它依然屹立在这里，给我们呈现这么壮美的这个景色奇观，对吧？非常令人敬佩。我敢说呀，我看了很多的古树，但是像这棵树这么漂亮的话，我真的是第一次。你看看这个枝丫延伸过去，那些地方啊，就是一颗一颗的这种天笋掉下来，你看到没有？那个枝丫那里也是一排一排的这种天笋，包括下面的一些枝丫，还有就是上面呢，包括树顶端的那些地方的话，我们无法拍到。都有这种掉下来的这种天笋，真的是非常好看呀！来，大家看看，就像一件天然的这种艺术品啊，让我们看到真是不得不感叹我们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的这种感觉啊！整个树干从这里上去，我们可以看到好多地方是不是都吊着天笋，尤其是最顶端吊的也是很大的天笋，哇，真的是太漂亮了。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大山深处的一个原生态的村庄，这也就是我经常喜欢到这里来玩的原因。你看，古树啊、古木房啊映衬在一起啊，真的是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啊！而且住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山清水秀，是吧？空气清新，非常的美啊！站到这里来，是吧？是不是显得我很小？那这样抱过去也抱不着，得3、4个人吧，4个人、5个人才能抱得住吧？这么大的一棵树，朋友们，这棵树现在是特别好看的时候啊，应该下周这些地上就有铺满了这个金黄色的叶子，赶紧来拍照打卡，
时间1年只有1次啊。反正啊，这个村庄的环境我是非常喜欢，基本上每年都会来。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也可以经常来这样的山清水秀的地方玩一玩。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在贵州毕节到大方的这个省道上啊，看到这里一个大峡谷，非常的漂亮，所以说想下来航拍一下。哇，你们不知道我刚才从这一座桥上走过来，走的我是胆战心惊啊。这个桥上是不能停车的哈，我刚刚是把车开到前方很远的时候走路过来，正好路过桥的中间的时候啊，有几个大货车从中间过。你不知道这个桥的感觉就像那个水波纹一样，这样的波动。我本来是不恐高的人，我在这个中间我都感觉头特别的晕。所以说恐高的人在这个桥上你肯定是不敢走的，它那种失重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没有这个桥的话，两边的人基本上是没有办法通行啊。下面就是很深的这个江水，对吧？这个整个两边呢都是这种很高的这种悬崖峭壁啊，这个崖壁的高度呢大概有100多米，而且都是这种垂直的高度。我现在手机是不动的情况下，你们来看一下这个感觉哈。我的个天呐，我站在这儿真的是压迫感非常的强，因为整个这个桥底呀，它就犹如泰山压顶的那种感觉从我头上盖下来，特别的恐怖啊，这种心理的这种压迫感。你要开车在桥上的话啥感觉都没有，但是你要走在这个上面呢，真的是让人恐惧啊。哇，这个大车过吓人。你看这个位置，看这个位置的抖动，这个振幅。就小车的话会好一点，大车过去的时候，车过了之后，这个桥的振幅才过来。所以咱们这个桥的两边它有限速40的标志，就你不能太快啊。如果说车都开到70、80码的话，它这个振幅会来回的不断的去起这个振幅。如果说人走在上面的话，真的是挺吓人的啊。我跟你们讲，步行走在这个桥上真的是很震撼的，那种感觉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不过恐高的就不建议大家走桥了，因为它边上的这个栏杆是比较矮的。这个地方呢，相当于把整个水沟里面的水都拦下来了，现在还有这么大的一股水，足见这个水的水源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这边的位置正好在山腰的位置啊，当时选择来用这股水呢，也是特别明智的，是吧？现在已经干旱几个月了，这个水依然还有这么大。马上就到源头了，哇，水还是挺大的哈。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大发曲的源头，来看一看，特别清澈的山泉水啊。从这个山里面流下来的，哇，这就是大发天曲的一个源头。大家看看这个水多么的清澈。这儿做了一个拦堤坝，它也用不了多少水啊。如果说一旦涨水的时候呢，这个水呢就可以漫过这个堤坝呢，流到下方的水沟。这个地方呢，就是当地人说的螺丝水沟沟。这个水还是挺大的，我们可以看到前面那个地方，这个拦坝呢，还是没有把这个水全部拦完，因为下游呢还是有一点点水的啊。这个超级大工程的源头就是现在我们脚下的这个位置。这条大发曲呢，被称为上个世纪的超级工程，是草王坝村的村支书黄大发带着村民花36年时间一同修建。整个沟渠呢，经过3个村庄、3处大的悬崖、10多处峻岭，耗时36年修建。它的总长度呢是9400米。下面呢，大家就跟随我们的航拍镜头，从现在的源头一镜到底，感受一下这9400米的悬崖天曲。
朋友们，现在我在遵义市凤冈县龙泉镇的六里村，看看我身后这棵神奇的千年马铃桩。走到这里之后，你真的是要被震撼到。整个树的树根是盘旋在这个悬崖峭壁的这个巨石上，这个造型真的是非常的奇特。那么它的这个树前边呢，是一个神庙啊。特别奇特的是，这棵树的这个整个周围啊，它都是这样的这种灌木啊，只有这一棵树是马铃桩，绝世屹立啊，真的是太神奇了。也不知道这棵树的种子是从何而来，对吗？是天生的吗？你看它的这个根系呢，是缠绕在这个岩石上而生，那么扭扭曲曲的盘旋，奇形怪状啊。那么也从这棵树上我们看得出来这个生命的一个奇迹啊。当地村民呢还为这个马铃桩树弄了一首打油诗啊，说的是神树马铃桩，身上亮堂堂，远看硬疙瘩，近摸滑光光，是不是特别的形象？马铃桩的这个
树根啊，它基本上接近于我们的这个人的皮肤的颜色，所以你走到这儿来，你看到这棵树，说实话，你真的是浑身都起这个鸡皮疙瘩哈，就是感叹我们这个大自然的造物真的是鬼斧神工。如果你善于观察，你在这棵马铃光树的这个树根上，你能够看到非常多的一些形态哈。你想说它是什么样的形态呢？它就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形态。这棵马铃光树的侧后方呢，还有一个涵洞啊，下边有暗河，深不见底。至今为止呢，还没有人下去探秘过，非常的神秘。马铃光洞、马铃光树、马铃光庙。马铃光庙呢，还有一副对联：洞外诸神依时坐，山前古树借云栽。古木古树生古石，灵山灵洞有神灵。足以见得当地老百姓对这棵千年马铃光树的一个崇拜，更增添了这棵古树的几分神圣。马铃光树的奇特，马铃光庙的奥秘，马铃光洞的神奇，成为了六里村的一大特色，更是吸引了无数人前来参观。如果说马铃光树是生长在肥沃的土地里面呢，我们就看不到眼前的这种景象了。正因为它生长在石头上，绝处逢生，才给我们呈现了这么壮美的一个奇观。朋友们，我现在在乌江百里画廊的乌江三峡，我站的位置呢是铜仁的沿河县，下方就是乌江，对面呢属于重庆的酉阳县。在这个地方无意间发现了4户人家与世隔绝，周围全是大山环绕，背后是悬崖，前面是乌江隔断，我都不知道他们是如何与外界取得联系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下面就是乌江，我所说的4户人家就住在这个悬崖上的中间这一片土地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几户人家的后面是群山，悬崖峭壁，也就是他出山我不知道走哪儿，反正从上是没有路的，应该是出门的话是从下走，那么再到这个江边呢，可以乘坐渡船。哇，这个地方真的是与世隔绝般的这种世外桃源啊，是隐居的绝佳地方，太美了。那么我们无人机飞过来，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左右两边，一边2户人家，而且呢每一户人家都是有人居住的，这个地方的土地呢也是在耕种。
朋友们，现在我在大山里啊，我发现这边有一片崖壁挺好看的，带你们来看一看野景啊。这个边上住有几户人家哈，然后现在我相当于是走在崖壁的边上，看一下这下面都是那个万丈悬崖，我看一下走到哪里才能看到对面的风光啊。这边有一些他们砍柴的路道，哇，来看一下对面，全都是悬崖峭壁。我这个地方下去的这个崖壁可能有好几百米高。就在森林中的一条小路，而且我的右侧就是很高的崖壁啊，那种悬崖峭壁。哎呦天哪，来到崖壁边了，咱们看一下下面。我好像只能在这里看一看了，看一下这个峡谷的风光。对面的那些崖壁挺漂亮的，应该是我这面也是非常好看的。我把无人机飞下去看一下，我感觉下面好像有一个村庄啊。哇，朋友们看到没有？这个峡谷里竟然还有一个村庄啊！我们无人机飞进去看一下。感觉这个村庄是不通公路的，它这个村里面有穿来一些小道，但是没有看到有公路啊。那么我们看到峡谷底部下方是有一条小河的，这个村子所居住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哈，青山绿水，悬崖峭壁。耶，我怎么感觉这个村已经是一个荒村了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看这些房子啊，好像已经没有人居住了。看着土地呢，好像近2年呢还有人种地一样的，因为没有多少的草。我估计这个村子荒废呢，也可能就是近1-2年的时间吧。反正我用无人机搜寻了一下，没有看到有人在，也没有看到有牲畜，估计呢就是一个荒废的村子了。那我们从这个空中的大视角可以看到啊，这个村庄的前方就是悬崖峭壁，后方呢也是非常高的这种高山。环视了一下四周啊，方圆应该是5公里内是没有任何的住户的。这个村子呢，它就坐落在一个大峡谷下面啊，真的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吧。那这个地方为什么成为荒村呢？我觉得可能也是通不了公路，然后和外界联系多有不便，所以呢就把这里面的人全部搬走了吧。大家看，住在这里的人应该有好几十户。因为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房子呢，也有10来栋吧。哇，这个地方的环境真的是不错呀！坐在这个峡谷底部，它也不缺水源，然后守望着这一片青山绿水、悬崖峭壁，又住在一条小河边。其实，在这个地方隐居真的还蛮舒服的。如果说真的你是厌倦了城市的那种喧嚣生活，在这个地方隐居的话，那绝对是超级安静的。有可能半年1年都没有人来给你打个招呼，对不对？我都不知道哪里有路进入这个村庄哈，因为整个四周我都观察了，没有看到哪个地方有路。哇，真的是一个绝佳隐居的好地方，别人也看不到你。你真的是厌倦了城市的那种喧嚣生活，可能这个地方或许更适合你。有没有人喜欢的呢？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交流哈。在贵州开阳县的深山里发现一神奇的石头，当地人称之为巨型转运石。千百年来，它能够自行转动，你敢相信吗？太神奇了哈！今天阿泰又带你们去一探究竟。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个转运石的下方。这个地方的地址呢是贵阳市开阳县卡比村的市址平组。那么大家要来看的话，只能到了这个组里面来问一问转运石的地理位置，因为确实呢，我跟你们也介绍不清楚，它在这个山上的，要通过这个小路呢，步行到这个山上才能看得到啊。我也是问村民问了半天啊，大概估计是从这一条道上来，我也不太确定啊。穿过这一片松树林，这里面环境好舒服啊，地上全部是这个松毛覆盖，
这儿是不是拍照非常爽？在这种大森林里面拍照。哇哇哇哇！看到了，看，就是这里这个石头，哇，看着还是挺巨大的一个石头啊。看一下，就在山顶上的这个位置。现在他们好像是用这个角铁呀，把这个石头给保护起来了，有边上做一些围栏。那现在我们到了这个石头的下方，哇，好神奇！来看一下，它下边就是一点点，然后上面是整个石头像放上去的一样，特别特别的奇特。哇，好神奇！来看一看，它这些地方都是接好的哟。然后，但是这个下面呢，是相当于是放在这个上面的感觉啊，这确实挺神奇啊！就在这个大山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哈，这个石头特别特别的巨大，然后它的下方呢，就是有一点点连着，而且最底部它是相当于放在下面的一个石头上面。为了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个石头有多大，我们可以走到这个石头下方来，大家看一看哈。真的，人走到这个下方，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大。它的整个中间的这个位置呢，可能就是2个人可以抱得到的这么一点，细小的一个石井吧。然后上面呢是非常宽大的，两边的这个宽度啊，每一边的宽度应该是1.5米到2米，2米差不多2米，每一边都有支出来有2米宽的一个距离啊。怎么形成的？我觉得很神秘啊，因为它这种石头呢是那种非常坚硬的青石，不是那种容易风化的石头，所以能够形成这种形状呢，我有时候真的是怀疑是不是后天人工来开凿的这个形式。但是据我们了解呢，它确实是天然形成的，这个呢就让我觉得非常的奇特了。我们从这个空中看去啊，整个巨石就像一朵郁金香一样哈，很是漂亮。又或者说像我们农村的一种菌菇一样啊，它是下面小上面大啊，非常的震撼。那么这个石头呢，它有一个奇特的地方呢，就是当地村民说呀，100年左右呢就会转动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头的底座呀，它下面实际是一个巨型的青石。整个这个上面这个巨石呢，它相当于是平放在下面这个石头上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构造呢，其实我是相信这个石头会转动的。假如说我们遇到特殊的这种地壳运动、地震动的情况下呢，是有可能把它震动进行转一转的啊。理论上来说呢，我是相信的。所以当地的村民呢，就把这个石头呢称之为转运石啊，也预示着美好的愿望时来运转的意思。那今天阿泰来到这里呢，也把这个美好的愿望呢送给大家，也祝福所有的看视频的朋友们呢都时来运转，好运连连，生活美好啊！好了，本期视频呢就跟朋友们拍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贵州大山一悬崖绝壁上发现神秘悬铁，这个悬铁到底是何人所挂，又有什么样的秘密呢？至今都是个谜。今天呢，阿泰就带你们去一探究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贵阳开阳县的白安营村，一位粉丝朋友告诉我啊，这个村庄有一片神秘的悬崖，
悬崖的半空中呢悬挂有一个悬铁，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呢也是说不清道不明，这个悬铁到底是何人所挂，也蛮神秘的哈。我们现在呢就进去探秘一下啊。为了方便想到这里探秘的朋友们来看一看呢，我现在把这个周围的这个环境啊给大家拍摄一番。这儿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石拱桥，有一条路往这里通过。那崖壁呢，就是这里这一片啊，是2片崖壁，两边的崖壁呢是对立的。那个悬铁呢，应该就在这一座崖壁，可能要好好的搜寻呢才能看到。这边呢是有一条小道过来，应该经常有人到这里来玩耍。这个地方环境也是非常好啊，山清水秀。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河边，那么这儿应该是可以看得到了吧？哇，这是一片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啊，非常的漂亮。你们看到了吗？我直到现在也没看到啊。好好的看一下，大家眼神好的看一下，看到了吗？我费了9牛2虎之力啊，在这片崖壁上终于寻到了这个传说中的悬铁。我们把镜头拉近看一下，大家看看，其实呀，它根本不是悬铁，它是一棵干的木料，我感觉应该是一棵杉树。那么它的长度呢，有8到10米的一个长度啊，非常的长。这一棵木头的位置是在这个狭缝中，我们这里根本看不到啊。然后这个下方呢，就是一个穿洞，我们下方这条小河流呢，流到这个地方呢，正好有这个穿洞流出去。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大自然真的是鬼斧神工啊。那我们再来看啊，这个穿洞它从这个底下到上面的一个距离呢，到这个悬木料的距离呢，应该是有个50米以上的一个距离。那么大家来猜测一下，这一棵木料会不会是涨洪水的时候冲进去的呢？我觉得不会啊，因为这个放木料的地方跟下面的这个水面的这个距离呢，应该是有超过50米的。那么涨洪水也不可能涨到50米吧，对吧？所以说，这种方式可以排除。我们注意看这个夹缝中呢，它还有一个小的木料是上下顶住这个崖壁的，它肯定是人工弄上来的。但是这个超过50米的这个崖壁距离，它这个木料是怎么弄上去的呢？整个这个斜长的通道，它要放下这么一个木料，是不是要好好放才放得进去？你用别的一些方法，你让它自然的冲水冲进去也不大可能，对不对？不管它是悬铁还是悬木，我觉得都是非常神奇的。反正这个地方啊，我不单单是感觉那个悬木比较神秘啊，包括整个地形我也觉得挺神奇的。一条河流流到这里，刚好在那个地方有个穿洞，它穿洞而过。悬木呢，正好在穿洞的顶端狭长的一个岩缝之中。我的猜测，这个悬木很有可能是随着什么东西掉下来的，有可能在这个岩缝中呢是藏有玄关的。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地形的话，它下面是一个穿洞，洞穿了代表什么东西？阴阳平衡。所以说我猜测有可能上面的岩缝中是古代藏有玄关。那么这一颗狭长的木料，它也肯定是人工放上去的，绝非是什么涨洪水啊冲进去的，不可能。所以一定是人工精心的放在那个位置的。你们觉得这个木料放在这个地方是何用途？它是如何放在这里的？它又有什么样的辅助作用等等？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啊，说出你的观点。本期视频呢，咱们就拍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我现在在铜仁沿河县的黑水镇，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要去哪里。我是从这个垭口上步行过来的，这个地方他们南有一道门，因为下边还有一个村子。哇，这个地方你们说漂不漂亮？那么现在呢，我是要步行从这里过去，从这里下山。这些是房子，他们那儿呢是不通公路的啊，应该是整体搬迁了。然后前边这个峡谷这里呢就是乌江，对面的就属于四川的酉阳县。你们很难想象吧，
下边村子的唯一出山路就是走这条小道，因为前方呢是乌江隔断，哪儿也去不了。下去是还不算累啊，等一下上来，我觉得我皮都要爬掉2层。而且现在下去是没太阳的，等一下回来太阳西晒，妈顶着背晒，我天呐，我都不知道累成啥样，我才能爬得上来。你们说是不是啊？这么陡峭的山路。他们这个村子啊，当初修这个出山路也是为了走近路啊，都是弄的这种垂直的这种石梯啊，走着闪腿啊，这个腿都是发抖的，而且还远得很哦，朋友们，还远得很哦。你们看看这里啊，真的是像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啊，两边都是这种高耸的崖壁山，然后呢，人是居住在这个峡谷里面，关键是前面就是大大的一条乌江，有山有水，是不是？这种地方就是世外桃源的地方啊，而且住在这里是清修一般的，没人打扰，对吧？朋友们，走的我腿都打颤颤了，这路太陡了。这里已经发现第一户人家了，好像没人住。这个地方是有人在下面养羊的，那么好像已经不通电了，估计呢是整村搬迁，只是有一些部分人呢，他留守在这里呢，搞点养殖啥的。然后大家看电都没有了，这个电都卡掉了。这里还有一颗电杆也是丢在这里不管了。然后那边有一个废弃的房子，咱就不下去了。咱的目的是一直沿着这里下去，到那个江边，那顺便看看下面有人居住没有啊？哇，这里有一片房子喽，这边看一下，这里一片，嘿，还可以。这里还搞了水泥道，你看这种水泥道都是人工把这个水泥背过来，然后做的这种串户道吧，应该是串户道，因为这地方不通公路嘛，而且弄这个水泥下来呢，有可能都是人工背的，因为我看这个路特别陡啊，我估计马都不一定拖得下来，有可能真的是全人工背下来做的这些水泥梯啊，特别不容易啊，住在这个大山之中。人居住的位置主要就集中在这里啊，然后这边来看一下，这房子都破了，上面就是高耸的崖壁，包括对面也是。这个地方环境确实比较幽静啊，挺漂亮的，就是那种大家心中的世外桃源般的那种感觉。只是这个交通不便啊，确实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像这个地方呢，假如说想要修公路下来呢，也是非常艰难的。我就是从这个后山下来的，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坡度陡成什么样，对吧？那公路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在这么陡的地方开凿下来，因为它这个落差太大，从上面到下面的落差接近500-600米，而且它的直线距离的话，可能就是几百米。对吧？几百米的直线距离，然后几百米的落差，你们想一下，这种公路怎么修，是吧？基本上是不现实的，修不下来。也不是修不下来啊，就是耗资会很大。而且呢，人员都是居住在这个山脚下。假如说你上边修公路的话，它这个滚石你是避免不了的，知道吧？避免不了滚石，那么住在下面的这些房子呢，也是有危险，这也可能是没有办法施工的一个重要原因啊。哎，这里有人在这里养羊哦，羊儿叮当叮当的。这个房子也是废弃了的。咦，这里还喂有牛嘞，有个小牛仔，小狗儿，哎，看到一个小狗儿，小狗儿，这小狗儿好可爱，嘿嘿，
开头不出声音来，就来到了我跟前。哟，这里养了好多羊。这主人家在哪里去了？有人在家吗？有人在家没有？没有听到声音。我们还是往河边走吧，待会儿再回来。耶，水，吃饭没有？哦，你还在养羊啊？哦，养牛几开哈。你在做哪里啊？煮饭呢？哦，还没吃饭是吧？哦，刚刚养羊那个叔叔跟我讲呢，他们这个地方叫冉家寨，他们这里呢叫上冉家寨啊，然后下边呢叫下冉家寨。那么这个上冉家寨呢也是有几十户人啊，你看那里有那么多的废弃房子，这边呢也是一个宅基地。那我身后呢有10来家应该目测，你看下边那儿也有，还有废弃的房子啊。反正这边这几栋房子是没人住了啊，你们有人要住的可以来住啊。我们继续往那个下冉家寨去啊。到了下冉家寨呢，就差不多到了江边，而且在这个江边的话，还可以坐船去沿河县啊。其实你还别说啊，虽然说走这个山路比较累，但是走水路的话还是有船可以坐的。那叔叔跟我讲呢，是20块钱可以坐到沿河县啊，水路还是挺交通的。这些房子都是废弃了，没人住的啊。然后这儿连着有好几栋，看吧，这就是以前曾经也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现在呢都是荒废丢在这里了，但是环境是真的好啊，尤其是在这种山水间，你老是听到丛林里叽叽喳喳的鸟叫啊，各种各样的声响啊，这就是大自然啊。哇，这边看一下，不是这个是大磨呀，我不知道朋友们认不认识啊？这个是大磨，以前在农村呢，就是用这个大磨来磨粗粮，知道吧？就是我们的玉米啊什么的，就要用这个大磨来先碾碎一遍，然后呢，再用小磨来把它磨成粉。所以这2个磨呢，它都有一定的作用的啊。那个磨它是磨粗粮，比如说我们喂猪的，或者说我们粗粮要进行碾碎，碾的稍微碾成颗粒的，就用那个。如果说我们要碾细粮，就用这个。比如说我们吃的包谷沙也可以用这个，还有我们要做豆腐啊什么的，就用这个小磨。你看这玩意儿如果放在城市的话，它也是可以值钱的，对吧？就在这个大山里，它就不值钱了，都是放在这里的。送给你让你来背，你也背不动啊。现在才走到一半啊，朋友们，我这个2腿都发颤，不知道拿着稳定器你们能不能感受到啊？我先补充一点能量营养再走吧。这个是我们贵州的赤泥原叶，喝一口，它的 VC 含量非常高啊。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赤泥原叶啊，是有机的产品，也被称为液体黄金啊，大山里面的珍宝。来，喝了继续往下走哈。巴适，有点酸，有点涩，但是喝起来口感还挺好的。来到这个江边的下寨了啊！哇，这地方好平啊，在江边始终是不一样。看这个土地都有耕种，那个房子呢也是保留的比较好，应该还有好几户人在这里居住哦。这个地方环境真是漂亮啊，比上寨要好一点，因为它这儿呢离江边更近，然后住的地方呢也更平一点，舒服，是吧？舒服，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呢可以一脚踏2省哦，对面就是四川，中间就是乌江隔断，对不对？很美的地方。我现在已经听到了狗叫的声音了。这户人家的房子好漂亮的，
在这个山口边上，感觉这里还有一个村子一样的，好干净。接下来的路程呢，因为有很多人家户都喂有狗，交流的途中呢，经常有狗哐哐的哈。为了不影响大家的体验呢，我就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得了。那现在我们镜头中的就是上冉家寨。那刚刚无人机起飞的时候，实际上差不多是从半山腰的位置起飞。那现在呢，下方的这个村寨呢，就是下冉家寨。那下冉家寨呢，应该是有10来20户。基本上是每家人都在家的，我们可以看到土地也都是种起来的。再往下面走呢，就来到了乌江的边上。这个呢，就是下来去到河边的一个整个路况。这边的这个房屋建筑呢，也是比较漂亮啊。每一家呢，基本上都有1、2个老人在家里面。这里留在这个家乡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哈，基本上是每家每户都有人。那么快到江边的时候呢，这里还要走一些特别陡的石梯，包括一些悬崖栈道啊，看起来还是比较险峻的。这个江边呢，也是住有2家人。现在呢，我们就已经来到了江边的这个码头啊，环境确实是非常的漂亮，也可以在江边这里吹吹风，是吧？非常舒服。那么大家可能最关心的是如何来到这里。这个地方呢是黑水镇的冉家寨，但是不用像我这么辛苦的走这么远的路啊，大家可以直接乘船就可以来到这里啊。具体的路线呢是到沿河县的东风码头，然后乘坐去红渡镇的船，每天早上9点对开。那么在中间的冉家寨呢，大家下船呢就可以到达这个村寨。下冉家寨呢，基本上都是住满了人。上冉家寨呢，有10多栋房子，然后只有2家人留守啊。如果你们要来体验这种山村生活啊，可以到这里来看看。还有一个重点啊，这边的船费比较便宜啊，20块钱就可以坐到冉家寨，而且你可以在途中欣赏到这种悬崖绝壁啊、绿水青山的这种美景，很是漂亮。我觉得平时花20块钱坐船到这儿来呢，都是一种享受啊。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沿河县，我建议可以坐这个船玩一玩哈，路上的风景确实挺好的。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我还要走2个多小时的路程返回山顶，想想我都累啊。视频都看到这里了，大家就点个关注再走吧。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峡谷深处的风景是非常漂亮啊。这个沟里面呢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小溪流。那么整个峡谷呢它是不通路的，然后这里面呢就是峡谷尽头。这几户人家呢好像大概应该在这个什么位置吧。沟里还有这么大的一棵树，可惜哦，这么大的一棵树不要了。他们这边的人说话我都听不懂。我现在在的位置是铜仁的松桃县深山里。哎呀，应该是快要到了。哎呦，这种地方才是原始啊！你看这个古树盘根错节，就正好坐在这一墩风化石上。大家看这里啊，像不像之前放的一个蛋？当然这个蛋被取走了，对吧？我真的感觉这个可能是一个化石哦，他们修路的时候把这个圆的东西搞坏掉了，你们说是不是啊？住是肯定有人住的哦，这下边还种有一些农作物，因为我们刚刚放无人机的时候呢，也是看到这个房顶上是有人在上边捡这个瓦片的。你们吃饭了没有啊？来摄影啊，玩啊！好啊！你们这里是有几家人啊？啊？应该没
现在没有在这里做了。没有人在这里做了。哇，不坏了，回来弄一下。哦，瓦坏了，回来弄一下。啊。我以为还有人做呢。没有人在这里做，有人。有的。有一个大哥还在这里做。啊，他在这里做。这里好啊。这里可以啊。啊，这里环境好啊，又隐蔽。人家那些隐居的就喜欢这种啊。哦，正好你们也是今天才回来。昨天回来。就住这里吗？还可以住哈。可以住，什么东西都住这里。这边住的几户人家呀？全部拆了哈。这里姓什么？姓石。石。石头的那个石是吧？你人还挺多的。人啊？是不是都那边的来帮忙的？没有，全都是在这里来弄房子的。哦。有些在这里来玩。就是每家都要弄一下的吗？弄一下。好让它保存时间长一点是吧？就是你弄的都坏掉了。哦。你这人呢都不想开。你看你们一讲方言，我一句都听不懂。说我们本地话你肯定。不是本地了。我不是本地的，遵义的。那底下那棵树是什么树？啊？底下那个沟里面那棵大的。小棉树。哦，小棉树。啊。这好不值钱嘛。那棵是金丝楠木吗？真的假的？就是倒在那个沟里那棵。那可以卖吗？卖人家的没通马路这。你用也可以。那个可以卖多少钱？那个不是金丝楠木，是金丝楠木。就是普通楠木是吧？普通楠木，你要也可以跟你啊。咦，那个树我估计要很多人才搞得动啊。很多人，你看非常大啊。对。这一挑也不轻。有100把斤，慢一点哦。我也走了，不打扰你们了。我感觉他这个还要剪好久。今天剪不完。今天都剪不完哈。现在差不多了。对，那走了，拜拜。去研究一下你那棵楠木树。哎，现在回去了，朋友们，到上面这几户人家去转了一下，他们每家都有人回来啊，把那个上边的瓦片整理一下，让这个房子呢保留下来。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只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是独自一个人居住在这里，其他的人呢都已经搬迁到县城或者说镇上去了，是整体搬迁的。这个地方环境真的是非常漂亮啊，还有几棵金丝楠木，而且还都比较大的那种。整个这个山形啊，咱们看去就有点那种类似于侏罗纪公园的感觉啊，很漂亮。那个刚刚上面有个兄弟说，这个沟里的这棵楠木树是他家的，你们有没有人要的可以来搞？是普通的楠木啊，不是金丝楠木，但是普通的楠木好像也值钱的吧，对吧？看这棵就是楠木树，真的是非常大啊，有1米多的直径啊，这个长度的话有好几十米，而且这个腰条也比较好。兄弟们，我站在这个楠木树上给你们看一下啊，真的非常大啊，长也非常长。这棵楠木树真的不要钱啊，主人家说的，但是想什么办法可以弄走呢？你们出个点子啊，我来把它弄走算了。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啊，赶紧给我想办法，怎么样把这棵楠木树弄出去。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在贵州发现了一片类似于火星球的地方，那就是位于铜仁松桃县的腊尔山红石林。据说是2015年，当地村民准备在这里开山种植红枫树，无意间发现了这么一片神秘的丹霞地貌。这一片神秘的石林呢，大约形成在5亿年前。那个时候，这些地方还是一片汪洋大海，地壳的不断运动呢，形成了这么绝美的奇观。5亿年前是什么概念呢？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出生。现在呢，我已经置身在这片红石林之中哈，带你们到里面去转一转。
这个地方呢，我跟大家说一下，目前是不收门票的，车子是可以直接开到这个广场的。那个地方有一片呢，我就不过去了。我脚下这一片呢是比较大的，给大家来环绕一下。然后这里一直延绵过去，整个山头上都是。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呢也是比较奇特，红石林是置身在山顶之中，但是它竟然有水，这个地方有水。然后前方那个地方又有一个天池，所以这就是地质的一种奇观吧。这个山顶上哪儿来的水？而且现在天干了这么久了，竟然还有水。我们穿梭在这个红石林之中去啊，给大家看一看细节。你在这一片红石林之中啊，你会看到非常多的这种奇异景观，有些看去就是层层叠叠的，像什么呢？像那个灵芝，对吧？一层一层的。有一些呢，感觉又看着像一些外星飞船啊。反正只要你能够善于观察呀，我发现这个上面有非常多形象的东西，各种奇形怪状的都有。这一片红石林啊，在我看来呢，更像是这个海底的泥沙。大家知道海底的话，它实际上是有暗流的。所以这种奇形怪状的一些形状呢，应该是当初在海底呢，它就是这个形状。但在很多亿年前，这个地球突然倒转过来，海洋变成陆地，陆地变成海洋，那么海底的这个泥沙呢，它就保持了那个形状呢，突然凝结，对不对？然后再过了几亿年前，那我们当地的村民呢，正好就发现了这么一片神秘的地方。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实际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泥沙啊，并不是那个石头。我们来摸一下就感觉得到哈。你看这种的话就比较硬啊，它已经淘出来之后，外边这个风化了几年。你像这个下沿的话，它实际上都是泥巴哈，一刨的话就会松散开来。所以说我感觉应该整个所有的这一片东西呢，以前在海底呢，它都是泥沙，只不过呢，在海底暗流涌动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不被看到的时候呢，海底都已经是这样的形状了啊，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不知道对不对啊？考古专家可以说一说啊。正前方这个像不像一艘飞船？真是太漂亮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形状，非常的奇特。我们真是感觉在外星球啊！咱们现在看去这一片红石林呢，它可能没有刚刚下雨过后那么红，这种丹霞地貌的感觉。我相信下雨过后会非常非常的红，非常非常的美。那么老百姓在挖这一片红石林的时候呢，我相信费了太多的功夫啊。我不知道怎么搞的，现在没有收门票啊，我觉得应该是收一点门票，你们说是不是？要把这些红石林全部把它挖裸露出来呢，我相信当地的老百姓应该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啊。因为像这种地方的话，你也没有办法来进行机械作业，对不对？只能是手工啊、锄头啊来一点一点的挖。你看，把这些缝隙啊都慢慢的给它淘出来，我们才能看到这种火星一般的这个地质奇观呀。要感谢当地的老百姓。好了，朋友们，这一片如火星般的红石林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和震撼。如果说你有幸到贵州铜仁来玩，那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来打卡一下，因为这里呢是不要门票的。尤其是你喊着自己的女朋友啊什么的到这里来拍照，随便拍一张都是大片啊。